我是全网最大的探店博主，捧红了无数商家。没想到黄金周假期，那个我看中的朋友，却把我的顶级蜜月套房换成了牛棚。老婆，还是你有眼光。这黄金周外面哪儿都订不到房，咱们不仅有房，还是原生态的高端民宿，这蜜月绝对完美。那是，你也不看看你老婆在这圈子里的人脉。这听风苑民宿的老板周然，当初可是个连传单都发不出去的穷小子，是我看他踏实，在10几万的账号上帮他宣传，硬生生帮他把口碑做起来的。为了咱们这蜜月，我提前3个月就跟他打了招呼，888一晚的牡丹亭独栋套房，白墙黑瓦，满墙的三角梅，我连拍照的裙子都搭配好了。这次蜜月绝对能拍出大片。前台没人。阿姨您好，我叫梁斌，订了牡丹亭套房。哦，你就是梁斌啊？我儿子去镇上买东西了，跟我来吧，你们的房在后头。老婆，你觉不觉得空气中的味道有点冲，像是什么动物的粪便？可能是原生态吧，不过宣传图上没说有养殖区啊。喏，就这间，体验大自然的尊享套房，住进去吧。阿姨，您开什么玩笑？我订的是牡丹亭独栋套房，白墙黑瓦带院子的那个，这明明是个牛棚。我的天！大惊小怪什么？现在的年轻人有点钱就知道享受，一点苦都吃不了。让你们体验一下大自然的氛围多好！这牛粪可是好东西，纯天然的。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？888块钱一晚，你就让我们住这种地方？哼，爱要不要？退了就没了，你们自己想清楚。黄金周原来的那套我已经加价1500给别人了。哼，要不是看在你跟周然认识的份上，连这个牛棚我都能租出去。临时加价毁约，阿姨，您这是明目张胆的宰客。周然呢？你让他现在就过来，亲自给我一个交代。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这店也是我说了算，你们爱住不住，不住滚蛋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妈，出什么事了？周然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最好的房间，我的蜜月套房变成了牛棚。今天这件事，你打算怎么解释？梁姐，你别生气，消消气儿，这确实是个误会。什么误会？黄金周大家都涨价，谁给的钱多谁住好房子，这叫市场规律，懂不懂？度蜜月不就是婚后过日子？过日子就是柴米油盐，还要什么浪漫？住牛棚怎么了？四面通透，开门就是风景。开门看牛拉屎的风景吗？阿姨，您这做生意的逻辑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周老板，咱们也别废话了，你这属于严重违约，不仅破坏了我们的蜜月，还极其不尊重人。退钱，赔偿违约金，我们马上走。哎呦，峰哥，别呀，咱们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提钱多伤感情啊。梁姐，你看现在外面各家酒店都爆满，你们退了房也没地方去，要不这样，你们先委屈一下，在这凑合凑合。作为老朋友的补偿，我给你免费送个豪华大果盘，你看行吗？送我个果盘？周然，你是觉得我梁斌消费不起一个果盘，还是觉得我看起来像个好打发的叫花子？呸！赔你奶奶个腿儿！小贱蹄子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你疯了吧？这是我刚买的限量版皮鞋。东西你干什么？你再骂一句试试！哎呦！哎呦喂！杀人啦！救命啊！城里人欺负我们农村老太太啦！峰哥，你干什么？
我妈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怎么能对一个老人动手呢？有什么冲我来？你瞎了吗？我连她一根手指头都没碰。你们一家子不仅做黑心生意，还专业碰瓷儿是吧？太无法无天了！报警！我现在就报警！不仅要查封你们的黑店，还要告你们敲诈勒索！去呀，你去报啊！你看警察来了，是抓你这个打人的，还是抓我这个挨打的？是啊，梁姐，我妈脾气直，但她是个弱势群体啊。再说了，现在可是黄金周，你们现在出去，连个天桥底下都找不到空位，不如就把这当成一种特别的体验，忍忍就过去了。拿我的钱让我吃苦，还给我泼脏水碰瓷，真当我是没脾气的软柿子吗？林峰，不用报警。老婆，你咽得下这口气？对付这种无赖，报警最有用啊！对付无赖，有比报警更好用的办法。既然周老板觉得这牛棚是绝佳的体验，阿姨的演技又这么好，那我不帮你们好好宣传一下，岂不是对不起咱们这么些年的交情？家人们，黄金周我花了888元，在听风寓民宿订到了这家绝版的豪华蜜月套房。大家看，这就是老板主推的田园风，让你零距离接触原生态牛粪。你看看，现在我就说没问题吧？这牛粪可是好东西。梁姐，你别拍了，有话好好说。大家看看，这就是我们热情好客的老板他娘，不仅逼我们住牛棚，还往我鞋上吐痰，把我推倒在牛粪里，最后还亲自表演了一出倒地碰瓷的绝活。家人们，这种硬核的待客之道，你们可千万别错过。拍的不错，小丫头片子，算你识相。我告诉你，等着视频发出去，我这牛棚肯定得涨价。你们现在乖乖住进去，我还算你们888。阿姨，您这福气还是留给别人吧。我无福消受。周老板，退款，违约金我不稀罕要。就当是给你妈买点核桃补补脑子。这破牛棚，你们自己留着过黄金周吧。哎，梁姐，你别冲动啊！你现在走出去，外面连个桥洞都没地方给你睡。睡桥洞也比住你们这沾满牛粪的黑店强。拍的不错，小丫头片子，算你识相。我告诉你，等着视频发出去，我这牛棚肯定得涨价。你们现在乖乖住进去，我还算你们888。阿姨，您这福气还是留给别人吧。我无福消受。周老板，退款，违约金我不稀罕要，就当是给你妈买点核桃补补脑子。这破牛棚，你们自己留着过黄金周吧。哎，梁姐，你别冲动啊！你现在走出去，外面连个桥洞都没地方给你睡。睡桥洞也比住你们这沾满牛粪的黑店强。冰冰，我们走。滚！赶紧滚！有种别回来求我！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对穷酸狗今晚睡哪条大马路！老婆，还真让那老太婆说中了。方圆50公里，连最破的小旅馆都满房了，
咱们这蜜月真要在车里凑合了？谁说我们要睡车里？老公，导航，去青石巷12号。去那儿干嘛？那是本地老街区了吧？看看这个，冰冰姐，我看到那个恶心民宿了，气死我了！我是本地人，我家在青石巷有一套自家盖的农家小院，虽然不豪华，但是干干净净。这几天我们全家回乡下探亲了，空着也是空着。钥匙在门口垫下，你和姐夫别嫌弃，尽管去住，千万别给那种黑心商家低头。哎呦我去，绝处逢生啊，老婆，这粉丝也太暖心了吧！所以我按平时民宿的价格把钱给他转过去了，人家不要，我就硬塞，这就叫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走吧，咱们去感受一下真正的人间烟火。至于周然他们一家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完了，妈，出大事了！大惊小怪什么？天塌下来了！梁姐把咱们的牛棚发到网上了，现在有几十万人看到了，底下的评论全是在骂我们的，说我们是黑心商家。妈，咱们这回惹错人了，梁姐是个大网红啊！嘿，什么大网红？不就是个在网上卖弄风骚的小丫头骗子？网友骂两句能少块肉吗？他们还能顺着网线爬过来咬我不成？你不懂，现在的网络力量太可怕了，要是大家都抵制我们，咱们这生意还怎么做？不行，我得赶紧给他打电话，求他把视频删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把我拉黑了。瞧你那点出息！这黄金周到处都是人，就算他发网上怎么了？今天咱们原来的房间不还是加1500卖出去了？只要有钱赚，挨两句骂算什么？哎，老板，你们家那个网红牛棚在哪儿呢？带我们去看看。啊，看牛棚？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不就是流量吗？送上门的才是爷啊！有，牛棚在后院呢，大家跟我来，来。我去，还真是原生态牛棚啊！这老太婆心真黑，就这破地方敢卖888，简直是把游客当猪宰啊！大家看这门，风一吹都能倒。这晚上睡觉还不得跟牛大眼瞪小眼？哎，都停下，拍什么拍？谁让你们白看的？大妈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我们是来避雷打假的，你一个臭气熏天的破牛棚还收起门票来了，拍照还要100。嫌贵你别拍呀！我告诉你们，这可是纯天然大自然实验馆，这牛粪都是风水宝物。你们城里来的小丫头骗子不懂规矩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这都是要挨打的。我花钱来买恶心是吧？赚黑心钱态度还这么差，你真当自己这破地方是名胜古迹了？要是没博主曝光，谁稀罕来你这破地方？呸！穷鬼凑什么热闹？不交钱就赶紧给我滚蛋！别在这儿挡老娘发财的道！大家快拍！这就是那个黑心老板的娘，不仅逼人住牛棚，现在还占地收钱了。我要把你这副丑恶的嘴脸全发到网上去，让所有人都看看。拍，你随便拍，最好发到网上，让全国的人都知道，免费给我拉客。我谢谢你们8辈祖宗！避雷清风院，老板娘穷凶极恶，看牛棚还要收门票100块。老婆，你看啥呢？笑得这么开心？
你看看，我就知道这老太婆贪得无厌。她不仅没收敛，反而借着这波黑红的流量搞起门票纵收了。碧莲听风哥，老板娘求凶极恶，看牛棚还要收门票100块。这老太婆是真的没救了，真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啊！天狂必有雨，人狂必有祸。既然他这么想火，那我就再帮他添把柴。喂，王先生，我这边直接退房，什么？不用多说。退房？您听我解释，网上的事情是个误会。退单，又是退单，怎么会这样？儿子，今天后院怎么没人来拍照了？我还准备把拍照涨到200呢。涨价？你还想着涨价？你睁大眼睛看看电脑！因为你昨天贪得无厌收门票还骂人，现在全网的人都在网暴我们，评分从5仙掉到了2分。仅仅1天时间，咱们的退房率高达60%，几十万的预定款全退了。什么？喂，是听风亭法人周然吗？这边接收到大量群众举报，你涉嫌虚假宣传和无证经营，我们的人马上就到，请你配合调查。完了，全完了。你是听风网的法人周然吗？我们接到大量群众举报，说你们这里涉嫌虚假宣传、无证经营，并且存在极其恶劣的高价宰客行为。哎呦，领导，误会，这绝对是误会啊！这都是那些网红博主为了流量瞎编的，我们一直是守法好公民啊！瞎编？这牛棚难道不是你们院子里的？你们把这个充满牛粪的棚子作为888元的蜜月套房再卖给游客？不，领导您明鉴啊，那就是个堆杂物的废弃棚子，我们从来没拿来招待过客人，更别说收钱了。儿子，你胡咧咧什么呢？什么废弃棚子？那可是咱们店里现在最火的原生态田园风尊享套房。妈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们也是看了视频来订房的吧？我跟你们说，这套房现在可抢手了，要提前预定。那个叫梁冰的嫌弃，我转手就加价1000多卖给别人了。现在光是进去拍个照，我都收他们100块。很好，将不具备经营条件的牛棚高价出租，涉嫌欺诈消费者。阿姨，你这一番话算是把证据坐实了。周然，你们的经营场地与营业执照严重不符，现在就牛棚经营场地问题对你进行传唤，请你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。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凭什么带我儿子走？我租房子，我想怎么租就怎么租，要什么证？请你让开！自住房用于经营是必须取得营业执照和相关许可的，你们现在属于违法行为。我不听！哎呦喂，欺负老百姓啊，没天理啦！我看你们就是收了那个叫梁斌的黑钱，故意来为难我们孤儿寡母的。请你放尊重一点，不要妨碍公务。你们这群黑心的狗腿子，谁敢带我儿子走，我就跟他拼了！阻碍特殊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，涉嫌袭警，带走。同志，我妈她年纪大了，不懂法，求求你们放过她吧！我配合调查，我什么都配合。你别求他们，他们就是一伙的。老天爷呀，杀千刀的呀，把我们老实人逼上绝路了，我不服啊！同志，求求你们别抓我妈！起来！他袭警加阻碍执法，我们必须带走。同志，我妈快70了，她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，万一受刺激出了人命怎么办？所有的事儿都是我干的，您带我走，放过她吧！放开他。老太太，今天看在你年纪大和身体的原因，暂不拘留你，但在家等候传唤，不许离开本市。周然，
你涉嫌多项违规经营，立刻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。走。我不服！你们就是收了那个小贱人两边的黑钱！妈，你闭嘴吧！你还嫌害我不够吗？要不是你搞出那个破牛棚，我会被抓吗？你再敢说一句话，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儿子！都是你！要不是你，我儿子怎么会被抓？好啊，我儿子在局子里受苦，你倒好，换个地方当起少奶奶来了，我今天非扒了你的皮不可！家人们，你们看这无花果，是这里的阿姨自家种的，纯天然无农药，咬一口软糯香甜。还有这三角梅，简直是天然的拍照背景布。这次的助农直播，就是想带大家感受一下真正淳朴的乡村风情。大家不用着急，一会儿我会把当地助农合作社的链接发在下面，大家可以。姓梁的，给我滚出来！你要干什么？私闯民宅，你疯了吗？我干什么？你个丧门星，害人精！我们孤儿寡母辛辛苦苦做点生意，你非要砸我们的饭碗，你的心怎么这么黑呀？阿姨，你儿子被抓，那是因为你们无证经营、虚假宣传，还高价宰客，你们触犯了法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什么狗屁的法！我们老百姓只知道和气生财，你一个大网红，有钱有势的，非要跟我们穷苦人过不去是吧？你必须拿钱出来，再把我儿子全心全腿的带出来，不然我跟你没完！你在做梦吗？我不仅不会帮你，我还要看着法律怎么公正的惩罚你们。现在立刻带着你的垃圾从这里滚出去！你就是故意在网上挑是生非，今天我就让你没法继续闹！老婆，还敢躲？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跑！哼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有钱人欺负老太婆了，仗着年轻力壮殴打弱势群体啊！我要让你们去坐牢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是你先动手伤人，我们这叫正当防卫。正当防卫？呸！谁看见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可是被你们打出来的内伤。你们不想坐牢是吧？行，赔钱，没个10万不20万，这事儿没完。要不然我就去网上曝光你们，让全网都知道你们欺负老人，让你们彻底出名，身败名裂。阿姨，拿曝光来威胁我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不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？我可是当着我几10万粉丝的面在开全程直播。我们接到大量热心群众和网友举报，说这里有人私闯民宅，寻衅滋事，且涉嫌故意伤人。同志，情况属实，全过程我的直播间10万观众都看着，并且已经录屏留证了，人就在那儿。怎么又是你？老太太，你们家民宿闹出来的事才过去几个小时啊，你儿子还在局子里呢。上午我们才对你进行了口头教育，让你在家老实待着，你是一点也没听进去啊，转头又来闹事儿。你们瞎了眼是不是？没看到我现在被欺负成什么样了吗？我一个快70的老太婆，被这对狗男女泼了一身的拖把水，拿着我们纳税人的钱，不抓坏人，反倒来打压我！你们今天必须把这对狗男女抓起来，狠狠教训一顿，让他们赔我精神损失费！胡搅蛮缠，你的所作所为，网上都有录像，现在证据都有人提供给我们了，你还敢在这里倒打一耙？哎呦！
我的心脏病犯了，我的高血压，我头晕，我哪儿都不舒服啊！碰瓷都没完了是吧？同志，刚才是他自己摔倒的，一把年纪了，怎么能这么无赖？老公，算了，别跟他生气。同志，毕竟他是个老人，就算我们手上有他寻衅滋事的铁证，也耐不住他在这撒泼打滚。不管是真是假，人命关天，还是先送医院吧。不过，拜托同志跟我们同行，整个过程我们要全程记录，且在医院做个全方位的司法验伤，免得到时候有些人又拿身体做文章。你的做法很冷静，也很成熟。小王，叫救护车，咱们一起去医院，把程序走到底。哎呦喂，疼死我了！我的老腰啊，我的头要裂开了。这位阿姨，你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。CT、脑电图、心电图全腹部 B 超，甚至连骨密度我们都给你查了，连个软组织挫伤都算不上。你非在急诊室大闹，说你低血糖，要挂葡萄糖，我们也给你挂上了。你到底还有哪儿不舒服的？请你不要占用宝贵的医疗资源。谁说我没事儿？我受的是内伤，我现在心里痛快不了，一闭眼就是被打的样子，肯定是有心理阴影了。对，我抑郁了。阿姨，您看您这叫唤的劲儿，口齿伶簸，嗓门洪亮，中气十足，可真看不出来哪里需要住院啊！你个小贱人，少在这说风凉话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受了惊吓，你们必须让我住 VIP 病房，并且要负全责，医疗费、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，没有个几十万，这事儿没完。老太太，医院的各项检查结果都证明你身体没有任何问题。从法律上来讲，绝对不支持你这种无理取闹、讹诈他人的行为。你涉嫌私闯民宅和寻衅滋事，我们还没找你算账，希望你明事理。现在立刻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。哼，想轰我走，没门儿！这医院有免费的空调吹，还有护士送热乎饭菜，我今天就扎根在这儿了，就不信我这把老骨头耗不过你们，不得好好敲这小贱人一笔，我绝不撒手。到时候他没办法，还不是乖乖给我一大笔钱，还得托关系把我儿子弄出来。这可是您自己选的，您愿意住，那就好好住着吧。接下来我可得好好招待招待您，保证让您这辈子都忘不了这次的住院体验。这贱人什么意思啊？是要威胁我？不过这里可是医院，来来往往这么多人，我看他能对我做什么？不过是死鸭子嘴硬罢了。算你还有点眼力劲儿，知道给我安排着最好的病房。既然知道怕了，这段时间你就每天在这儿好好伺候伺候我，端屎端尿、喂饭擦身，一样都不能少。伺候您？怎么你不乐意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可是被你气出的内伤，还得赶紧托关系把我们家周然从局子里全虚全伪的弄出来，不然啊，我这孤寡老太太没了儿子在身边伺候，心里头不痛快。还不知道在这病床上躺个10天半个月，还是1年半载呢？这每天的医药费、住院费，还有我的误工费，你可得做好大出血的准备。阿姨，您说的对，您这病得这么重，是得好好伺候。不过我平时工作太忙，怕照顾不周。进来吧。这都是谁？你叫黑社会来医院打人啊！阿姨，您这就误会我了，这是我专门从市里最顶级的机构为您高薪聘请的2位专业护工，刘姨和小郭。阿姨，我也担心您年纪大了，万一在医院里又犯了什么心脏病、高血压，或者遇到个什么危险，总得有人搭把手不是？这2位可是对付是照顾您这种重症患者的顶级专家。我不用他们，你把我儿子弄出来伺候我就行。刘姨、小郭，你们也看见了，周阿姨已经住进了 VIP 病房，她现在可是每天卧床不起，重病缠身，脆弱得很。接下来还得麻烦您2位寸步不离的好好关照她。您放心，我们保证把这位女士照顾得明明白白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这可是医院。周女士，这是我根据您的病治情况，连夜为您专门定制的康复方案。因为您身体各器官严重受损，从明天起，你每天早上必须5点准时起床。什么？5点？天都没亮呢！起床后立刻进行1小时的空腹拉伸复健课程。为了防止您的3高恶化，您的1日3餐将由我们特供。这是菜单：水煮白菜、苦瓜榨汁，必须全部吃完，保证营养的全面丰富。没油没盐，那猪都不吃，我不吃。另外，由于您随时有生命危险，每天必须配合进行5次全身体检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小贱人，你故意这
家好人呢？我这个才起床复检，还5次体检，你是想把我累死？你疯了吗？阿姨，您都病成这样了，就不要讳疾忌医了。这可都是专业机构最科学的规划，您就安安心心躺在这儿，好好按照这上面来，一定可以早日恢复。放屁！你个毒妇！我没病，这破医院我不住了，我现在就走。这怎么行呢？这豪华病房和顶级护工可都是我自掏腰包为您配备的，怎么能说不住就不住了呢？再说，如果今天让您走了，万一又不小心出了点什么事，回头您报警说是我照顾不周，我可担待不起啊！我要报警！我要报警抓你！报警？好啊，要不要我帮您拨110？顺便让警察同志看看我是怎么尽心尽力花钱给您治病的，看看他们是抓我还是抓您。阿姨，您就在这儿慢慢恢复吧，我会经常来看您的。你回来，放我出去！我不要住在这里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地震了吗？周女士，这是防止您长期卧床导致肌肉萎缩的必要附件，忍着点儿。小郭，继续换左腿，压到极限。我不练了，我没病，放开我！护士，他有严重的被害妄想症，不配合治疗。小郭，按住他。我早上刚抽过血，怎么又抽？那是空腹血糖，现在是餐后2小时血脂。您是重症，1天5次，1次都不能少。抽。这是人吃的吗？猪食都比这有油水，我不吃，我要吃红烧肉，我要出院。小郭，病人拒绝进食。我吃还不行吗？那小贱人，她就是故意的。不行，我得去弄点吃的，不然得饿死。还得是老娘聪明，昨天偷偷从保洁那儿顺来一个大肉包子。哎呦，我的亲娘哎，可馋死我了！等我吃饱了，我非得报警把那小贱人抓起来不可。你在吃什么？病人偷食高油高盐的违禁食品，立刻进行生命体征监测。我就吃个包子，犯天条了是不是？你们这就是虐待！我要用手机报警，我要上网曝光你们！收缩压160，高压危险，病人情绪极度不稳定，受了严重的外界刺激。为了防止脑溢血，没收通讯设备，切断导致情绪波动的源头。你还给我，那是我的手机！强盗！你们这群黑社会的强盗！周阿姨，下午好啊！看您这中气十足的嗓门，恢复的不错嘛。梁平，你个丧尽天良的，终于敢露面了！你找的这2个活阎王，天天折磨我，连饭都不给我吃饱，现在还抢我的手机！你马上让他们滚蛋，不然我就去法院告你！告我？阿姨，您这话说的，我可是每天花着大几千的特护费在救您的命啊！放屁！
好人，你带这些破机器来干什么？滚出去！阿姨，您忘了，我是个全职自媒体博主啊。既然要照顾您，我就只能把工作日常搬到医院来了。这不，今天这场直播可是有好几十万网友在线等着看呢。大家都非常关心那个被我气出重病、生活不能自理的周阿姨，想知道您到底恢复的怎么样了。阿姨，您可得小心点说话，小心点动作哦。你开直播了？几十万双眼睛看着呢，涉嫌装病敲诈勒索，要是敲诈金额超过10万，够您在里面栽好几年缝纫机了。阿姨，您到底有没有病？病得有多重？这镜头可都给您全天日后记录着呢。小贱人，你在这儿等着我呢！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忍。我的心脏子，我头晕，我没力气了。家人们，看来周阿姨的病情还是很严重啊。不过大家放心，我一定会在这儿陪着她的。病人突然咳嗽，心肺功能可能出现衰竭迹象。小郭，按住他，马上进行下午的全身理疗。我配合，我治病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梁冰，这几天你气也出了，折腾也折腾够了，咱们算两清了吧？你让我走，我儿子还在里面等我去捞呢。阿姨，您是不是对现在的情况有什么误解？行，我认，我是装病的，我现在不要你的钱了，这总行了吧？既然您承认了自己没病，那这件事就好办了。我会把这几天的直播录像、医院的全套体检报告一并提交给警方。您装病索要巨额赔偿，这涉案金额早就够诈骗和敲诈入社立案了。我直接交给法律解决，您没意见吧？别报警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不能报警啊！我要是进去了，谁去交罚款保释我儿子？他不能坐牢啊！我老糊涂了，咱们私了，只要你不报警，怎么着都行。这时候想起来怕了，早干嘛去了？私了，行啊，那咱们就来算算账。这几天的 VIP 病房费、全套体检费以及2位高级特护的费用，总共18000。既然您没病，我不会出1分钱，您自己去大厅结清。好，我交。另外，那专业的深度清洁费，加上被您踹坏的木门维修费，你也得按原价赔偿给我。凭什么？那又不是你的房子。难道不是你的责任？还是说，你想让警察来判定责任归属？我赔，我都赔。另外，这是一份民事索赔起诉书，针对您毁坏我那双限量版高定皮鞋的财产损失，以及您蓄意攻击、侮辱、谩骂给我造成的精神损失，共计索赔5万元。5万？你抢劫啊！一双破鞋你要5万？你这个敲骨吸髓的毒妇！阿姨，您可想清楚了，是您求着我要私了。如果您不愿意签，我也不勉强，咱们法庭上见。到时候就不是5万能解决的事儿了。哎呦，老天爷呀！我不活了！你这是要逼死我呀！这么大一笔钱，我上哪儿去拿？我还要留着钱去保释我儿子啊！这就不在我考虑的范围内了。这上面的金额可是律师根据市场价和法律条款严格核算的，具有法律效力。如果您不愿意签，没关系，我不勉强，咱们就法庭上见。到时候可就不是5万能解决的事儿了。敲诈勒索的案底，您是背定的。从头到尾，我都是个受害者。原本大家可以和气成财，这一切也可以不用发生。是您的贪婪、傲慢和无底线，亲手毁了你们的生活。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怎么样，老婆？那老妖婆没为难你吧？他现在哪还有底气为难我？我把账都跟他算清了，估计这会儿正躲在病房里哭着凑钱呢。太痛快了，这毒瘤总算是被拔了，这下他总该长记性了吧？难说，这老太骨子里就是个泼皮无赖，
现在只是迫于形势低头，接下来他为了救周然，估计会安分一阵子。放心吧，有我呢。但是等周然出来，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了，后面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，可就不好说了。怕什么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壤。走，咱们回院子，还得准备晚上的助农直播呢。我这造的是什么孽呀？好好的民宿被市场监管局给查封整改了，我这些年的积蓄也交了罚款，被那个小贱人敲诈了5万多块钱，钱不够，还是我厚着脸去借了一大圈儿。现在咱们家1分钱都没有了，还背了一身债，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别哭了！你现在心疼钱了，如果不是你非要贪那点蝇头小利益，弄个牛棚去羞辱人家，又去院子里惹事儿，事情能发展到这个地步吗？我辛辛苦苦做起来的招牌全被你砸了。你现在的意思是怪我？我做这一切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你？现在生意多难啊！我想着多赚一点，好给你攒钱娶媳妇儿。现在你反倒帮别人说话，你知不知道他在医院是怎么折磨你妈的？他找黑社会按着我抽血灌药啊，那个毒妇！要不是他去网上曝光，我们什么事都没有。可是现在抱怨有什么用？店封了，名声臭了，我们拿什么跟人家斗？怎么没办法？儿子，你忘了那个投资咱们民宿的王总了吗？王总？对呀，当初王总给听风院投了30万，现在梁兵把咱们的牌子砸了，害得王总的投资打了水漂。而且我听说梁兵这几天在搞助农带货，把产品全低价卖给网友了，这可是直接抢了王总的生意啊！这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，王总知道了能乐意？可是王总有道上的人脉，咱要是挑唆他去对付梁兵，万一事情闹得受不了场，上了法院怎么办？你是不是傻？都到这步田地了，你还心软？你看看咱们现在住的，你背着几10万的债，难道打算去工地上搬一辈子砖吗？那梁兵把你送进局子的时候，念过你半点旧情吗？你只要把火拱起来，告诉王总是梁兵害他亏钱的，王总自然会去收拾他，这就叫借刀杀人。等梁兵那个贱人身败名裂了，咱们的仇也就报了。你说的对，凭什么我们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，他却能继续当大网红赚钱？这都是他逼我的。王总，是我小周，听风院出事了。老婆，还是这乡下的空气好。这几天的助农直播效果出奇的好，等今天这场播完，咱们帮老乡们积压的农产品也就卖得差不多了。是啊，这才是助农的真正意义。等忙完这阵儿，咱们……怎么了？是不是发货那边出问题了？不是发货，是粉丝群里发来的消息，你看看。冰冰姐，我刚才路过听风院那个黑店，发现他们好像又开业了，里面还在重新装修呢。这怎么可能？市场监管局前2天才刚查封的，说是要停业整顿，这满打满算才几天啊！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周然他们家现在应该倾家荡产了才对，哪来的钱重新装修？老婆，你的意思是，这背后有人在给他们撑腰？在这儿等我。这段时间周然惹出来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可是让我损失不小啊。既然损失不小，王总不去管教你的合伙人，反而跑来找我这个把你们送上热搜的人谈合作，这逻辑我听不懂。梁女士也是生意人，何必跟钱过不去呢？我看这座小院的氛围就很不错，我们可以完全把这里和听风院达成联动。我出资
在这片区域建立一个全方位的农家庄园。到时候你用你的名气搞助农带货，我用我的渠道搞旅游开发，咱们强强联手，既能把钱赚了，又能博个助农的好名声，这可是双赢的买卖啊！听起来很诱人。那需要我做什么呢？哼，我还以为多难对付，女人果然就是头发长见识短。梁女士在网上有很强的影响力，只要你先开一场直播，向广大网友澄清一下，就说之前纯粹只是一场误会，再利用你的身份，咱们的新农庄打打广告，到时候利润咱们好商量。王总，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？你什么意思？王总，您可真是名声在外啊！真以为我不查资料的吗？您的行业是怎么做起来的？诓骗当地农民，农产品低价强行收购，再高价卖出，你还垄断当地所有住宿，欺压排挤小商家。当初你这些龌龊事儿可是上过地方台法制新闻的。现在看来，听风院那种坐地起价欺负顾户的流氓行径，根源原来在您这儿啊！有您的资金和此爷文化支持，难怪那对母子敢那么嚣张。我要是听了你的话，去给听风院洗白，再和你这种黑心资本家合作，不把自己全部的声誉搭下去都算好的，你管这叫双赢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小丫头片子，你知道的倒是不少，但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这个项目我已经定下了，你要是愿意乖乖答应，我还能赏你分一杯羹。我保证，在这片地方，你不仅一场直播都开不下去，连路都走不通。放尊重点，你的几个臭钱和那些下三滥的威胁，影响不到我们。哼，我们赚的是干干净净的辛苦钱，绝对不会跟你们这种社会败类同流合污，干这种昧良心的亏心事儿。我们这里不欢迎黑心商人。王总，门在那边，好走不送。好，很好，年轻人有骨气。希望过几天，等你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们的嘴还能这么硬。老婆，这人看起来是个心狠手辣的地头蛇，比周然那对母子难对付多了。咱们是不是惹上大麻烦了？邪不压正，他想玩阴的，那咱们就看看，到底是谁让谁干不下去。王总您好，您好，久仰大名，今天可算是见到您本尊了。你就是那个网上挺火的100万粉丝博主狐狸姐？对对对，是我狐狸，网友们都爱叫我狐狸姐。王总，您叫我小丽就行。小丽啊，听说你最近的情况不太妙啊。旅游探店这个赛道，原本你是头把当一，可最近这大半年，流量和风头全被那个叫梁冰的女人挤占了。我看你这后台数据不仅接不到大商单，这粉丝也掉得厉害啊。王总，那都是一时的，那个梁冰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运气好踩中了几个热点罢了。王总，你要是认可我的能力，就把您的新农庄的宣传合作全交给我，我绝对不比那个梁冰差。看来你对梁冰怨气很大呀。那女的天天在网上给自己立什么高大上的人设，装得跟朵白莲花似的，实际上呢，能力也就那样。哼，也就是会骗骗那些没脑子的网友罢了。没错，我今天刚见过他，确实是个给脸不要脸的刺头。就凭他那点不识抬举的假清高，完全比不上你这种深耕领域、懂规矩又听话的成熟博主。王总，您真是慧眼识珠。那这次的合作肯定是要给你的，不仅给你高昂的宣传费，
我还可以保证你未来的所有商单。谢谢王总，谢谢王总。但是，单纯的宣传还不够。我有别的任务要交给你，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把这事儿办成了，你不仅可以顺理成章地入股我的农庄做大老板，我还能让你把梁冰那个女人彻彻底底地踩在脚下，让她在这行永远无法翻身。王总，您吩咐吧，只要能扳倒梁冰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冰冰姐，大事不好了！你快去看那个狐狸姐最新发的视频，气死我了！那对黑心母子居然洗白了，狐狸姐的粉丝现在全在骂我们。他们这是恶人先告状啊！那视频都上同城热搜第1了。老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大清早的。王德发的动作比我想象的还要快，恐怕是想跟我打舆论战了。家人们，狐狸姐今天来到了听风院。相信大家前几天都看过某个热搜，可能会对我的行为感到不解。但在我亲眼所见之后，才知道网络暴力有多么可怕，真相有多么让人心寒。无论怎样，我今天也要把真相呈现在网友面前。周老板，阿姨这是怎么了？自从那天被网暴之后，我妈受了极大的刺激，精神就出了问题。她天天晚上做噩梦，梦见有人要打死我们。我们一家子世世代代都是农民，那个所谓的牛棚根本不是用来坑人的，而是我们为了振兴乡农特意保留的古法农耕体验区，是想让城里的孩子了解一粒粮食是怎么来的呀。我们好心办体验活动，却被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恶意剪辑断章取义。他们为了流量，硬说我们是黑店。我们孤儿寡母的，哪里懂得怎么在网上为自己辩解啊？闺女，吃水果，这是自家种的。谢谢阿姨。这上面绝对没打农药，放心吃。你们城里人工作辛苦，快多吃点，补补身子。我们农村人笨嘴插舌，不会说话，但我们心不坏呀。阿姨您真好。家人们，你们刚才都亲眼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被全网肆意唾骂的黑心老板娘。她明明只是一个淳朴善良的农村老母亲啊！某些自诩为正义的大网红，仗着自己有几百万粉丝，就高高在上，指鹿为马。为了给自己立人设，为了那一丁点流量，你不惜吃人血馒头，去逼死一对努力生活的孤儿寡母。你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？那天只是因为我们送的果盘边上沾了一点泥，对方就攻击我们这儿的东西有洗不干净的牛粪。我妈已经低声下气答应赔偿道歉，对方却依然不依不饶的辱骂。我妈本来就有点神经衰弱，受刺激之下才……不过大家放心，正义永远都不会缺席。为了不让这种真正脚踏实地为乡村做实事的商家倒下，听风院已经正式得到了王氏农贸集团的注资支持。接下来的黄金周，听风院将全面升级为王氏生态农庄。我狐狸姐在这里用人格担保，绝对给大家带来最良心、最淳朴的助农体验。欢迎大家来打卡支持，让我们一起抵制网络暴力。这群人简直是在胡说八道，完完全全的颠倒黑白。
老婆，这种无理取闹又漏洞百出的视频，居然也有人相信？之前他们逼我们住牛窝，甚至泼粪水碰瓷的那些恶劣事情，我们可是全程都留存有录像证据的。我现在就把视频发出去澄清。众口铄金，人言可畏。狐狸姐和周家母子背后站着的是王德发的资本，他们现在肯定雇了大量水军，在疯狂刷数据和带节奏。只要等这个负面视频大范级传播开了，自然会有无数根本不明真相的路人被他们恶意煽动情绪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广大网友全都在气头上。在这种群情激愤的情况下，谁还会理智的去仔细看证据？到那时，我们无论说什么，都会被当成是资本网红的狡辩。就算拿出原片，都会有大量水军跳出来质疑视频是恶意剪辑的。这就是他们这群人真正想要达到的效果。我不管那么多了，我现在就立刻报警，绝对不能任由这群败类为非作歹。报警当然是一定要报的，但绝对不是现在。为什么不能现在报？他们想彻底搞垮我，这抹黑视频只是第一步。既然他们如此天真的觉得靠着写剧本和买水军就能赢，我估计他们很快就会趁着现在这波视频热度被炒到最高的时候，立刻进行他们计划中最关键的下一步动作。流量变现，我们就静观其变，见招拆招，必须要一直隐忍，等到他们借助虚假热度爬得最高的时候，等到他们摔下来最疼的那个绝佳时机，我们再把所有的铁证一把捅出去，给这群无耻之徒来个彻底连根拔起。哎呦喂，王总，您这招可真是绝了！我刚才看网上的评论，全都是骂那个小贱人的。我看他这回还怎么嚣张。视频发出去这么久了，梁冰连个屁都没敢放，估计是吓得躲在被窝里哭呢。一个靠运气火起来的网红而已，真以为自己能翻天了？在绝对的资本面前，他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。这还得是王总您运筹帷幄呀。梁冰那个装清高的女人，平时抢了我那么多资源，这回终于轮到我扬眉吐气了。既然对方怕了，那咱们就乘胜追击。你们准备一下，就踩着梁冰这个热度，走他以前助农带货的老路，马上在咱们的生态农庄开启首场大直播。财务那边我会打招呼，大力砸钱买流量。这次，咱们要把梁冰的粉丝和钱全都抢过来！家人们，这就是王氏生态农庄和周阿姨他们一起培育的纯天然有机苹果，没有任何农药残留，吃的就是一个健康。为了不让周阿姨这样的老实人被资本网红欺负，今天咱们不赚钱，只为争一口气。原价199的有机礼盒，今天直播间只要99，上链接。妈，这算什么？跟着王总和狐狸姐，咱们以后天天吃香的喝辣的。倒是那个梁冰，现在估计连饭都吃不上了。网红去死！快给周阿姨道歉！一群蠢货，随便掉2滴眼泪就上赶着给我当枪使。这金大腿，我可是抱稳了。就是前面那户农家。你们又是谁？叔，我是之前联系你的梁冰。姑娘啊，你们可算来了！那个王德发就是个畜生啊！他带着地痞流氓，把我们全村的路都给堵了，1毛钱1斤强销给我们的果子，我不卖，他们就打断了我的手啊！真是太下作了，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。有些没到季节的果子，他们也全部拖走了，我们留着准备喂猪的烂果也一颗都没剩下。叔，你别怕，这次来我们就是留证据的。
叔，你看看这些果子的品种，是不是你们这块果农在种的？是，他们这是用农药化肥催熟啊！姑娘，这东西可不能拿去市面上卖，要出事儿的。证据确凿了，立刻储存备份。老婆，所有的证据都已经集齐了，警方那边我也已经对接好了，只等咱们这边一收网，他们立刻抓人。这帮丧尽天良的蹦跶了这么多天，吸了那么多老百姓的血，也该让他们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的吐出来了。这几天占用大家太多公共资源了，我很疲惫，也很心寒。明天晚上8点，我将开启直播，给大家一个最终的交代。退网了！那个贱人终于扛不住网暴，要夹着尾巴滚蛋了！我赢了，我才是这个赛道的王！太好了，这扫把星终于要遭报应了！快，马上拿我的账号发声明，就说明天晚上8点，狐狸姐将在生态农庄开启正义庆功大直播，和周阿姨一起庆祝咱们击败了网络恶势力。狐狸，你们做得不错，趁着梁兵退网的这波史诗级热度，网友的同情心肯定爆棚。明天晚上记得开直播。谢谢王总，谢谢王总，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赏识。周然，你和你妈也得出镜，该怎么做不需要我提醒了吧？这可是出口恶气的好机会。肯定的，王总，我们必须得把那贱人踩得抬不起头来。大家看，这款是我们生态农庄庄的特色苹果，口感脆爽，甜度适中。让我看看是谁邀请连线，这不是一直做缩头乌龟的大网红梁冰吗？怎么，事到如今还是连脸都不敢露？难道是知道自己快凉了，要跑来我的直播间装可怜洗白了？洗白，我只是想请全网看看你们的真面目。这部分的处理环节我之前没有了解到。他们压价，还说我的果子不合格，我这手就是跟他们议论时被推三搡弄伤的。这些单据显示了明显的压价痕迹，我们会帮您讨回公道。说资本家谁是资本家？原来压榨百姓的另有其人。这种事儿也做得出来，必须报警。大家别信，这老头是请来的演员，我妈可以作证，果子是我们。这就是你们口中受惊吓、生活都不能理的可怜老人。周阿姨，精神失常的人还能去买奢侈品吗？你个贱人敢查我账！我凭自己本事赚的钱买个包怎么了？我是被你气病的，这是我应得的赔偿。该直播间涉嫌售卖有害食品及严重违规，已判定有害，强制关闭。太好了，老婆，我们首战告捷。走，我带你去看场好戏。狐狸、周然、周某某，你们涉嫌重大违规经营，依法实施控制。不要！梁小姐，多亏了你收集的那些确凿证据，我们才能这么顺利的打掉王德发这个涉黑犯罪团伙。我代表队里，也代表那些被欺压的果农，向你表示感谢。客气了，为己为人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老婆，这一切终于告一段落了，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？当然是先把咱们的蜜月好好完成。不过这片地方真正的助农活动，我也不会放弃的。这里的果农需要一条干净透明的销路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全力支持你。